在一个这么开阔、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眼前啊，跟后方啊，却没有任何车辆。好了，那么今天早上我5点出头就起来了，赶快的洗漱一下，我就冲出门了。想说呢，来金门一定要看一下日出啊。那过来的时间大概就10分钟多一点出头吧，骑机车骑得稍微快一点。但是啊，到这里好像觉得日出的时间好像也已经过了，而且呢，机车停的地方也不是看日出的地方，可能要稍微走一下路吧。反正啊也不急，就是出来走一走。中华民国42年3月29日，蒋中正题。这后面有一个国民革命军金门太武山公墓序，太武山忠烈祠。明显的，目前这边正在整修。刚刚循着地图呢，想要找一条往山上的登山步道，就问了一下入口的警卫。他说啊，刚刚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现在因为工程呢，所以这个封闭起来了，我需要走另外一条，就不是那个方向的。这边就来到了玉章路登山口。这个玉章路上来啊，是一个陡峭的山坡的路。我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在这个山路上跑起来了。好大的石块啊！整个山头啊，有许多这样的地貌。那么目前视野最好的点，就是我站在的这个地方啦。我们看一下环境，左边啊其实有一些雾气，但远方呢也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壮阔的海景。这里是海拔250公尺，金门的东南角海岸的景观啊，一览无遗。往这边上去会到道明塔以及古石室。好，告示牌上面说明啊，道明塔前方这一块呢，是观赏金门的 view 非常好的一个地点。但是呢，现在前方是一片大雾啊。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官兵役其处。民国41年元月，无望再举，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啦。下山之前啊，觉得还是有一点不甘心，决定再绕上来看一看。然后雾气就退去了，可以看到阳光打在万顷田的上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后方啊，就是这个道明塔。这是为什么啊？这2块大石头中间，除了夹着小石块啊，也夹了一些树枝啊。它这个树枝呢，可以有效的支撑吗？这边又再度走回了玉章路。前面啊，显然就是忠烈祠的一些棺木。我们重看一下这张导览图，我反而觉得有一种古风啊。不过我最远就走到无望再举。往海印寺我就没有继续向前了。在这种时刻啊，
重要的不是什么传统小吃，而是有一个有放冷气的地方，可以让我舒舒服服的坐着。这边是85度 C。它这些配件，那个是以前真的是当兵的时候就是会用到的。不是，我们也是就照相才去买的，像这指挥刀哦，这些都是真的哈。对啊，这个是枪是假枪，但是做的很真。宣传弹。宣传的啦。宣传单你知道吧？我知道。印刷然后装在这个里面。它那打过来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就爆开。这个不会爆炸。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宣传单掉出来。就掉到满地都是这样。那你说是大陆那边丢过来，还是我们这边丢过去？大陆那边过来的啊。我们这边过去是用什么气球啊，空飘弹气球。那骑车呢，穿越了长长的这个金门大桥啊，桥上的风呢也非常的大，速度啊有几次啊，我都觉得我的机车十分的不稳。但是呢，海平面也是非常的辽阔。那前面这边就是风机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机呢？因为啊，在烈屿的先民深受风灾虫害之苦啊，那求助无门。村民啊，就仍于村口或者屋顶呢，树立风机来镇风煞，刻白以护宅来保平安。那左边呢，看到这一具脸色比较深的啊，这个是北风爷。前方呢，也放着一些这个祭祀的这个贡品。这边呢，就来到了嘉年华冰果室，来吃一下甜点好了。这冰还蛮大碗的，你看我旁边放一个手机做一个对照，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上面的芋头跟上面的红豆啊，还有奶酪，味道也都很浓郁。哦，这么热，吃这一碗真的是太凉了。这边有关于百年风师爷的祭祀啊，他是镇宅、辟邪以及保护后裔的守护神。那他这栋建筑物呢，在民国92年奉府核定为金门历史建筑物，但是呢，久经风雨，颓垣堪舆。那后来经县政府拨款补助翻修，仍原貌原味保留，到现在已经300余年了。我现在目前站在的这个地方叫做西方街。我们绕到了烈屿这个西南方的这个沙溪堡，这里也是没什么观光客啊。
但是我现在可以说莫名的疲累啊，因为一直曝晒，一直骑机车，然后连日的旅游，其实有点累啊。沙溪堡海岸景观区可以参观到烈屿早期呢国军因应作战需要建立的沙溪堡以及一些海防据点，拥有多功能的军事公用据点设施，保留战备人员壕沟、伞兵坑、沙溪坑道、碉堡、中山室以及弹药库等建物设施。这不是我们早期的资源回收垃圾桶吗？这边是往海滩的部分走。往下有一个阶梯啊，好，沿着指标走下来，他说这边可以往海滩的部分走，但是我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这个道路啊，难道是要跨越前面的这些岩石过去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应该也不过去了。远方啊，还可以看到船的游动啊。我把相机架在望远镜上面，这样子在望远的时候比较不会晃动。四下也是没有观光客的一个状态。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不知道是平常休假吗？结果我往停车的地方来啊。想不到就来了几组游客，总算有观光客了。刚刚已经穿越了金门大桥，回到这个金门来了。那天边的夕阳正在迅速的往下落。只有当人站在这个桥下，才可以更感觉到它的巨大，在大海面前都微不足道啊！看到漂亮的美景，心情啊就豁然开朗。就是这条小路，刚刚啊就从这边往下走。那今天应该不会跑太多行程，因为昨天这样子连日下来啊，就是觉得比较累一点。我又回到了莒光路。它里面的料有猪肠、猪血，然后还有加虾仁，带有一点点的腥味啊。而且其实我点小碗，但是分量并不小。稍微离开了人声嘈杂的莒光路，往这边中心路走过来啊，我觉得脑子清醒了一点，毕竟人潮比较少，感觉舒服多啦。在这边走一走啊，散散步啊。好像掉入时光的长河，放眼望去都是历史。其实我也不懂这些繁复的图样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总之啊，就走马看花。这边有一个武当分镇，它前面那个香炉啊，金光闪闪的，金门县金城镇北镇庙道村。这边我绕进了中心路，好多卖贡糖的商家。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想啊，我们要留存旧的东西，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不要一面追求新的。但是呢，如果有了这些新的东西，让你的生活更便利，
甚至为你带来一些商业上的价值，那你要不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自己要做到都不容易。这边是后埔的一个全家便利商店。那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个休息空间它是在2楼，而且它还有充电的插座。花了一点时间走了一下这个深恒昌的这个百货大楼，它这边都是比较高单价的东西，比较流行的，比较 fashion 的。那看一看，没有觉得特别想要购买的。然后3楼是免税商店，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一种。然后4楼是比较运动用品跟药妆店。这边来到了于大为纪念馆，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偶尔在停车场可以看到一些包车旅游的这种厢型车，甚至是轿车突然之间就觉得好羡慕真的太热了。这边四周的植栽还是颇为茂密的，可以提供一些遮阳的地方。其实这一地带是太湖游憩区它以太湖为中心，配以环绕湖滨四周的中正公园、中正纪念林、823战史馆、于大为先生纪念馆、荣远等名胜之综合称谓。823战史馆正在整修当中，那么就来于大为先生纪念馆走一走好了，这边是有开放的。拜托拜托，一定要有冷气。好，刚刚看完了这个于大为先生的这个纪念馆出来那对他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呢，大概稍微有一些认识跟了解。他呢不仅是个非常会念书的学霸，而且他也不只是理论他也是亲身参与了大大小小的这些前线上的一些作业跟勘察，然后也打过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金门军人服务站。哇，这个空间好清幽进来就有一个咖啡店，我等一下就点一杯咖啡吧。原来金门的自然环境是花岗岩，还有花岗片麻岩隆起的地形，很适合将防御工事藏在地下。迎宾馆落成之后由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管理营运，作为差价官兵以及常备战士家属住宿的服务使用。到2000年5月，因为国军金石案，经防部的兵力骤减，而无力再予经营管理，军人之友社呢正式移交给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来维护管理。这边有展示了教级跟教卫房的房间示范。为什么墙上都要挂邓丽君呢？那这间是将官房的配置，都
都是邓丽君的相关商品哎。哎，猫猫，刚刚在里面用了好一段时间，应该有1个多小时吧。那刚刚里面有一个服务人员，就是跟我介绍了坑道里面的那个军官将领来这边有造访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是住那些房间的，但是一般的这个军人不行啊。那原来是坑道走到底还会有一个大门可以推开，那里面就有5、6个房间以上。但是呢，现在因为经费的问题，已经没有在提供住宿这件事情了，里面已经没有家具。听说当年邓丽君呢，也曾经在这边有住宿过。明天就要回台湾了，这样子东跑西跑啊，确实啊也是有一点累。那我来讲一下感想好了。第一个啊，就是说，如果下次再来啊，机车呢多花一点钱，租那种就是有附手机架的。这样子啊，才不用在骑机车的时候，然后还要频繁的去查看我现在谷歌地图是到什么地方。那另外啊，我觉得这边的交通方式也是需要稍微习惯一下的，因为啊，处处都有圆环。那圆环呢，就是我们要去适应说，我现在到底是要看左边还是要看右边？然后呢，你的方向灯到底是要先打右边还是要先打左边？这个啊，都在练手速啊。而且呢，每个圆环上面啊，都有一些这个可能是战时用的标语啊，时不时呢就会去看一下这样。好，然后第3个啊，金门也蛮多猫的。那我看到的猫呢，都蛮温驯的，都跟人不错啊。你跟它示意啊，它就过来跟你这样蹭一下，非常的贴心啊。再来啊，去过一些我们国家的这个离岛啊，包含绿岛啊、兰屿啊。跟目前的这个金门哦，那其实还有小琉球。那我觉得金门算是比较对我胃口的，因为啊，它有比较多的历史的味道，也比较源远流长，或者说保存的比较完善。然后呢，也带有一些战地风情。好，那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毕竟我是喜欢看一些古迹的人啊。虽然我不是那么专业啊。那至于海滩呢，跟海啊，其实它也很漂亮，但是呢，或许没有像绿岛啊、兰屿啊这么的知名。金门我是不清楚潜水了，但是我去到的沙滩也是非常的干净，这个也是我蛮喜欢的部分。然后啊，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呢各位是像我这么热的时候啊，这段时间来金门，早上大概7点之后，温度就会急剧的升高，所以呢你不一定要租机车，你经济上有余裕的话，我觉得汽车啊、包车啊，其实那也不错啊。今天傍晚呢，我打算再去一次慈湖磁体，因为前几天啊，我觉得我没有抓得很好，时间上算晚了一点。然后今天天气也比较好啦，我相信可以拍到非常非常浪漫的夕阳，所以我还是提早出门了。现在呢是骑到更北边的这边北山的这一块，特别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这边的植栽啊都好大一株啊，而且都种得非常好，随着强风啊吹拂过来啊，那个树影摇曳，非常漂亮。这边有一个积水装置啊，以前小时候外婆家还可以看到，现在估计很多小朋友已经没有看过了吧。金门国家公园管理的北山污水。
右边这个是皮蛋猪肉炒面，然后左上方这个是黄金咸蛋萝卜糕吧，蛮好吃的，有点出乎我意料。好了，那么这边就是后湖海滨公园。从住的地方到这里大概骑了5.4公里。其实如果要住在金门的西边啊，像我这一次，那看日出呢，就是会选择少一点。那看日落当然是比较多啦。如果你希望可以看到日出的话，那又要比较方便，最好啊是选在金门东边的地方居住。现在不过6点啊，海边已经有人了。果然我又是算比较晚到的。哇，才不过6点的时间。刚刚跟这位大姐简单的聊了一下，她是金门人。早上呢，她会在这边挖一些蛤蜊，听说都是可以食用。原来金门县政府啊，它有广告说，花蛤呢小于2公分的，请不要采捕以及食用，让海洋资源永续利用。原来不是只有刚刚那位大姐，大家都起了个大早来这边啊，张罗自己的食材。骑了大概4公里多，找到一家店面颇为宽敞的早餐店，那我就挑个角落坐下来了。那么差不多准备要离开这里了。这边这个位置啊，真的是非常的安静，很舒服。有点舍不得啊。